的享受69折优惠。我选择深夜去吃海底捞，没想到刚坐下，菜单上缓缓出现几条规则：一、不要在海底捞店大声喧哗；二、只能与红马甲服务员说话，不能拒绝他的请求；三、杯中饮料喝完后，请在30秒内找服务员添加；四、不能吃辣的顾客面前不能出现辣锅；五、不要让女厕所的小女孩抓到你；六、不要伤害店内的宠物狗；七、找到顾客中隐藏的规则制定者将获得1次惩戒权利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其他顾客也被这份点菜页面吓到了，表情凝重。几名服务员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大家吓得大气不敢出，整个店内充斥着紧张的气氛。忽然，一位光头大哥站了起来，他指着服务员骂骂咧咧：“什么破店，好好吃个饭，搞这种名堂，别再装神弄鬼了，让你们经理滚出来！”空气像是瞬间被凝固住般，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因为游戏规则的第1条就是不许在店内大声喧哗。服务员歪了歪脑袋，脖子处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光头大哥继续骂道：“就不应该半夜来吃火锅，真晦气！”话音未落，光头大哥像是看到什么恐怖的东西，呆呆地立在原地。他像魔怔了般目视前方，嘴里不住喊着：“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啊！”我朝目光的方向看去，明明什么都没有。下一秒，光头哥就被爆头嘎掉了。然而坐在光头大哥对面的女人吓得发出刺耳的尖叫。完了，她也违反了规则。果不其然，几秒后，女人紧跟着爆眼而嘎。我看着眼前的情景，吓得合不拢嘴。这时播报声响起：“尊敬的顾客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深夜海底捞游戏。从此刻起，你们将与外界隔绝，只有坚守秘密到最后的一个人才能活着走出这里。这是一场正义者的审判，请大家争取在凌晨2点之前完成任务。凌晨2点后，店内剩余的人员将强制清除。1号、2号出局，游戏继续。”话音刚落，周围就议论纷纷。然而刚刚光头男和女人的菜单上出现了一行字：1号在逃杀人犯，曾伤害过1名流浪老人；2号黑心老板娘，售卖劣质眼药水，致使多人失明。紧接着，每个人的头顶上都出现了一串闪着蓝光的小字：心理医生、老师、美容师、宠物博主、网络主播、学生，每个人的身份都完全公开了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光头男和女人的死法对应着他们做的恶事，只要出局就可以显示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。想要赢得游戏，只有一种办法，那就是除掉其他顾客。一时间人心惶惶，提示音再次响起：请大家争取在凌晨2点前走出这里。凌晨2点后，店内剩余的人员将强制清除。现在距离凌晨2点还剩下1个半小时，如果一直按兵不动，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嘎。就在我想采取行动之时，网络主播忽然站起来，掏出一把匕首刺向旁边的心理医生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匕首即将刺向心理医生的一刹那，服务员忽然闪现在了他们面前，匕首被服务员夺过来，扔了10米远。3号暴力行凶，警告1次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既然不能使用暴力，就只能靠游戏规则了。这时那位劫后余生的心理医生冲我敲了敲桌前的饮料杯，心理医生敲得很有规律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忽然我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猛地低头看向自己的杯子，我的饮料已经喝完了。第3条规则说过，杯子里的饮料喝完后，请在30秒内找服务员添加。我赶紧挥手示意服务员，服务员像鬼一样飘了过来，为我倒完饮料后，服务员并没有离开，而是一直站在我面前。我低着头，紧张的冷汗直流。亲爱的顾客，请问你需要肥牛卷吗？这种情况下，谁还能吃得下肥牛卷？我刚想拒绝，猛地想起之前菜单上的规则2，请不要拒绝红马甲服务员的请求。我用余光瞄向服务员穿的马甲，正是红色的。需要。很快，服务员就将一块鲜肉放在了我的盘子里。这不会就是我要的肥牛卷吧？这明明就是刚刚光头男身上的腹肌啊！然而服务员死死地盯着我。亲爱的顾客，请问是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我有点肚子疼，想去厕所。服务员瞪大眼睛。亲爱的顾客，卫生间在直走左手边，请您速去速回。来到厕所后，我坐在马桶上喘着粗气。与此同时，手机屏幕亮了起来，凌晨1点的数字映入眼帘。现在距离凌晨2点就只剩下1个小时了，除了我之外，还剩下5个人。我要怎样才能在1个小时内除掉这4个人呢？就在我苦恼之际，旁边的隔间响起了阴森的歌声。好长的一条鱼巷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大雨淋湿了我的头发。歌声断断续续，伴随着呜呜咽咽的哭声。我虎躯一震，猛地想起规则里有1条，不要让女厕所的小女孩抓到你。我停下了提裤子的动作，生怕布料摩擦的声音引来隔壁间的注意。女孩继续唱道：大雨淋湿了我的头发，多亏了他为我撑伞。诡异的歌词配上小女孩诡异的腔调，我额头的细汗越来越密，麻木的腿已经要撑不住了。
终于我忍不住动了动右腿，结果一不小心踢到了旁边的垃圾桶。与此同时，隔壁间的歌声也停止了，我像石化一般僵硬在原地，一只手从隔板下面伸了过来，以一种极其怪异的姿势在摸索什么。我知道他是在试探隔壁间有没有人，我强忍着双腿的麻木，一点点躲开他的摸索。那只怪异的手摸索了一阵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我不能确定小女孩什么时候能离开厕所，于是我鼓足勇气打开了厕所门。厕所外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店里放着的奇怪音乐。就在我准备离开时，我抬头看到了对面洗手台的镜子，镜子里那名小女孩正站在我身后，露出诡异的笑容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大声喧哗会违反海底捞规则，我早就尖叫出声。我透过镜子看到了她湿漉漉正滴着水的头发，以及那张满是伤痕的脸。就在我闭上眼睛准备听天由命时，小女孩却忽然转身向其他方向走去，我这才注意到她的2只眼睛已经瞎了。回到座位后，我惊魂未定地环顾四周，发现顾客少了2位，分别是老师和网络主播。就在疑惑之际，食物的香味飘到我的鼻腔里，我这才发现服务员已经帮我把虾滑下好了。经过这一夜的惊魂，我的肚子早就饿了，正准备吃点虾滑垫垫肚子，忽然感到脚下有什么东西在蹭我。我低头一看，一只小狗正趴在我的脚下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因为这只小狗没有皮毛，它不会就是规则里提到的宠物狗吧？我急忙把番茄锅里的虾滑端到小狗面前，小狗把头伸向盘中大快朵颐。它每多吃1块虾滑，皮肉就长出1分。一整盘虾滑吃完后，它恢复成正常小狗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厕所发出一声巨响，网络主播从厕所里冲出来，头发凌乱，眼神恍惚。色眯眯的老师也从厕所里出来。你这个恶魔！老师挑了挑眉，神态淡漠。不是苏小姐你约我的吗？网络主播咬牙切齿。要不是你骗我说已经找到了隐藏的规则制定者，我才不会委身。老师打断了网络主播的话。看看你杯子里的饮料吧。网络主播这才缓过神来，他惊恐地看向桌子，他的杯子里空空如也。苏小姐，不好意思了，我在你去厕所赴约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把饮料打翻了。苏小姐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你这个疯子，我要嘎了你！网络主播彻底失去理智，他疯了般地扑向那位猥琐的老师。穿着红马甲的服务员又出现了，拦住了网络主播的去路。3号玩家暴力行凶，累计2次。话音刚落，网络主播的面容就开始腐烂，五官逐渐扭曲变形。3号的菜单上出现一行小字：3号。黑心网络主播曾设计杀死了自己的整容医生，所以他的嘎法是五官溃烂。在网络主播彻底咽气后，整个海底捞店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。这时，厕所又传来了小女孩的歌声：好长的一条鱼香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听到小女孩的歌声，老师的脸色微微一变，他好像知道点什么。这时，隔壁桌的美容师忽然招了招手：我的饮料喝完了，请帮我倒一下。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美容师看，因为朝他走过来的是一位穿着白色马甲的服务员，美容师是一位红绿色盲，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不妥。我不喜欢喝酸梅汤，你给我换成西瓜汁。好的，顾客，请稍等。下一秒，他就把美容师按进了沸腾的锅里，美容师甚至来不及惨叫，他的脸就被烫熟了。菜单上也紧跟着显示出4号的秘密：4号。黑心美容师，无证上岗美容店，机械高温事故，致使多人脸部受伤。原来这些奇怪的服务员就是这场事故中的受害者，怪不得一个个都面目全非。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也许这个店里出现的所有 NPC 都与顾客隐藏的秘密有关。我大胆猜测，宠物狗也许和那个宠物博主有关系。于是我抱起小狗向宠物博主走去，他看到我走来，露出警惕的表情。我用平和的语气说道：我在某音上关注了您的账号，知道您特别喜欢小动物。我把怀中的小狗向宠物博主展示了下，谁知他看到我怀里的小狗后，满脸惊恐。拿走，拿走！宠物博主急忙的挥手，像是看到了什么避之不及的东西。您看这小狗多可爱呀！我抱着小狗，故意往它身上靠。滚开呀！宠物博主一个抬手，手机不小心掉进了锅里，锅底的热汤溅出来，洒在小狗身上。小狗痛苦的嚎叫一声。忽然，宠物博主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而我却露出得逞的笑容，因为他违反了第6条规则，不要伤害宠物狗。我怀里的宠物狗忽然跳出我的怀抱，冲着宠物博主龇牙咧嘴。宠物博主双眼瞪大，惊恐后退。下一秒，无数只小狗从角落里冒出，它们扑倒宠物博主，大口撕咬起来。菜单上也紧跟着显示出5号的秘密：5号。黑心宠物博主曾伤害过无数只宠物狗，并将这些狗狗剥皮卖给了狗肉店，又解决掉一个对手。除了我之外，还剩下2个顾客。就在我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动手之时，那恐怖的歌声再次响起：好长的一条鱼香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听到歌声后的老师忍不住颤抖起来。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个想法，我举起手向服务员示意想去厕所。临走前，我还特意将装有饮料的杯子藏了起来，毕竟有网络主播的前车之鉴，我不得不防。来到厕所门，正好看到那个失去眼睛的小女孩在门口照镜子。在我缓缓靠近时，小女孩猛地转过身来，
我打开手机播放音乐，果不其然，这很快引起了小女孩的注意。终于，在我的故意引导下，小女孩走出厕所，来到了大厅。看到小女孩的那一刻，老师的脸色陡然一变。我走到老师桌子前，关掉了音乐。小女孩则在音乐消失后茫然地停下了脚步。接着我顺势坐到了老师对面的座位上。老师恶狠狠地盯着我，你想耍什么花样？我微微一笑，接着又开始播放起音乐。然而再次听到歌声后的小女孩缓缓朝老师走来。深夜，寝室楼微信群有人问宿管阿姨怎么还没来查寝。阿姨平时为人特别负责，每晚熄灯前雷打不动的查寝，到点就锁门。大家正讨论间，203忽然发消息，阿姨死了。我嘎的，看到这条消息，我赶紧回复@203，这个玩笑不合适吧？虽然宿管阿姨严厉了点，可这么咒别人，我觉得挺不好的。我发完，其他女生也跟着纷纷吐槽。502@203，大半夜的别吓人，我胆子小。501，就是啊，我回来的时候还看到他了。303，有病。我们这栋楼住的都是大4临近毕业的学生，虽然有5层，但实际上只有几间宿舍住了人。我找的实习单位离学校很近，便一直住校。在大家的一片指责后，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：@203，大半夜的你怎么开这种玩笑啊？是不是心情不好？难道是失恋了，或者毕业论文不顺利？我对203有点印象，她很漂亮，好像是艺术系的。我正想着，便见她又发了条消息：203，没开玩笑，真嘎了。说完，他在群里发了张照片，只见阿姨正坐在她的单人床上，她身上穿着的睡衣全是大片的血迹。最可怕的是宿管阿姨的脸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直勾勾地瞧着拍照的人。看完照片，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203，她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嘎人呢？受到惊吓的不止我一个，一瞬间所有人都没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203又在群里发了条消息：嘻嘻，刚看完鬼片有点害怕，忍不住跟大家开个玩笑，吓唬一下你们，别介意呀。说完，他接着发了张照片出来，点开一看，是一部最近很火的恐怖片截图。我感觉有些无语，这种玩笑可不怎么好笑，尤其是现在都11点多了。不过没事就好。可是那张照片怎么解释呢？想了想，我在群里问了出来：刚刚你发的照片怎么回事？阿姨平时挺严肃，我不信她会配合203摆拍这种照片，就为了跟我们开个玩笑。你忘了去年万圣节吗？当时整个学校搞活动，宿管阿姨为了参与优秀宿舍楼评选也参加了，我是那时候拍的。她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去年万圣节的时候，在学生会的组织下，学校搞了一场很大的活动。那天我本来也想参加的，但刚好遇上闺蜜生日就出去了，便错过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其他人也在群里表达自己的不满。502，你吓死我了，下次别开这种玩笑了。501，有毛病吧？自己害怕就来吓我们，有没有公德心？见没事后，我又接着开始玩游戏。刚打完一局王者荣耀，忽然有人私聊我，是一直没说话的201。小将，我怀疑真的出事了。去年万圣节我跟宿管阿姨自拍过，我刚刚翻了照片，她那天穿的不是这身衣服。打开她发来的照片，我只觉眼前一黑。她说的没错，去年宿管阿姨穿的不是那套蓝色睡衣，而是白色的。照片里她身上和脸上虽然也是血迹斑斑，可是从她的血迹和妆容来看，能看出是化的妆。而刚刚203发的照片里，阿姨身上却很像真的血。我的心一下子又悬到了半空，我急忙去翻203刚刚发群里的照片，准备再仔细对比一下。只可惜在群里人骂完之后，他就火速撤回了。201，怎么办？要报警吗？可是没有证据，如果报警，警察来了之后发现虚惊一场，以后同学间见面难免尴尬。可不报警的话，万一是真的呢？要是宿管阿姨真的被203杀了，现在大半夜的，宿舍门也锁了，那我们其他人会不会是他下一个目标？思来想去，我忽然想到一件事，忙问201，你们系的辅导员是不是就住1楼？听说上个月因为教师宿舍满了，我们这栋暂时住进了一个新闻系的男辅导员。学校为了不影响我们，男辅导员被安排在1楼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搬走。我一提醒，201也想起来了，我有他微信，我问问，他就住1楼，我让他去看一下。201说完，我忙补了一句，先等一会儿，万一203也在1楼呢？如果203一直在1楼没走，那辅导员现在过去也很危险。我跟201一起煎熬的等了一会，直到10分钟后，201再次发消息过来，203他应该在房间。我听到他房间里有短视频的声音，还有他们房门有点问题，平时开门声比较大，要是他刚刚去1楼，我应该听得见开门的声音。既然人在，说不定是我俩想多了，更何况
谁嘎了人还说出来，又不是疯子。过了一会儿，201发了张照片过来，我一下子认出来这是阿姨的宿舍。她正躺在床上，盖着被子，头上还有块湿毛巾，脸上也没看到血迹。辅导员刚刚看过了，说阿姨没事，她发烧了，所以今天没上来。阿姨让辅导员等下帮她查个寝。原来是这样。201说完，又在大群里发了一遍，阿姨生病了，让我们系的辅导员帮忙查寝，她等下会上来，大家都回自己宿舍吧。这下应该没问题了，我也放心了。洗漱完正准备接着玩游戏，忽然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。同学你好，查寝，麻烦开下门。好的，老师等一下。我正准备开门，忽然间又想起了一件事。学校规定，查寝要求必须男女老师共同一组，女生宿舍就由女老师进去检查卫生，男老师门口站着，反之亦然。有时候女老师有事，那么男老师就隔着门清点人数，一般不会进女生宿舍，我们也不需要开门。我记得楼下住的那个辅导员来学校好几年了，按理说他应该知道这个规矩的。想了想，我飞快地给201发了条消息：你们辅导员刚刚进你宿舍了吗？等了足足快1分钟，201都没回我。我正焦急着，敲门声又响了，咚咚咚，这次声音比刚才快了很多，似乎等在门口的人已经有些不耐烦。402的同学，你睡了吗？麻烦开下门。我飞快地给201发了条消息：你们辅导员刚刚进你宿舍了吗？等了足足快1分钟，201都没回我。我跟他之前对接工作的时候，他几乎消息都是秒回，就算上课也不例外。可现在怎么过去这么久了都没动静？我正焦急着，敲门声又响了，咚咚咚。402的同学，麻烦开下门。开还是不开？我的大脑飞快转动着，想了想，终于找到了一个蹩脚的理由。老师，我在卫生间，脚抽筋了，现在动不了。为了不让他拆穿，我特意把声音压得很低，让他以为就是从卫生间传来的。只听他说道：好的，那我先去楼上，等会儿再下来。等到脚步声走远，我一下子冲到了卫生间，然后把门反锁。接着我开始给201打语音，响了半天都没人接，我的心一沉，难道真的出事了？我正准备报警，忽然201回消息了，进来了，他也去了203，说没什么异常，我刚刚洗澡去了，没看手机。想了想，我还是决定跟他打个语音，这样才放心些。刚准备打，忽然间我被拉进了一个新的群，我一看群里有303我、501和502，一进群我就看到303发了一条消息：小心201。我的心一紧，忙问为什么。303回我下去拿外卖的时候，看到他跟一个男人一起进来了。男人303接着发，我记得她有个男朋友，是校外的混混，我怀疑刚刚查寝的不是辅导员，是她男朋友。不是吧？我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想了想，我问他：你确定吗？刚刚辅导员进你宿舍没？没有。我不敢开门，看来他跟我一样察觉出了不对劲。我俩说话的功夫，我发现501和502一直没动静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干嘛。于是我忍不住提醒501、502，小心查寝的辅导员，不要给他开门。我话落，忽的楼上传来一阵惨叫声，不知是谁发出的，凄厉又急促，我的心一下子飞快跳动。501、502，你们还好吗？出什么事了？303，怎么了？402，你为什么这么问？看来他没有听到惨叫声。我正要接着说，501回话了，没事，我在看恐怖片。502跟我一起呢。502，对，我俩在一块儿，刚刚没看手机，辅导员已经查完寝下去了。502说完，在群里发了张照片，他拍的是501，只见501坐在凳子上，脸朝着笔记本方向。不对，怎么又是恐怖片？好端端的，今晚怎么个个都在看恐怖片？我正想着，303已经私聊我了，你刚刚怎么这么问？我忙回，我怀疑他们出事了，刚刚我听到了惨叫声。303，你赶紧来我这里，我们宿舍有2道锁，很安全。假如501和502真出事了，不管外头的辅导员是真是假，我现在都非常危险。这么看来，他宿舍是比我这里要安全点。我正焦虑间，303又继续催我，快点，我刚刚已经报警了，你来我这里，我们一起等警察来。我咬咬牙，拿起手机和充电器，便准备夺门而出，再不走说不定就轮到我了。忽的手机又来了新的消息，是201发来的，不要相信303，他宿舍藏了个男人。不等我说话，201又发来了新的消息，303的男朋友是个混混，他现在就在303宿舍，你千万别过去。说完，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中的主角的确就是303，在他旁边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正低着头。201又发了条消息，我没骗你，你看照片右上角的时间，赫然就是今天。我再联想到刚刚的那个男人，要是这样的话，303很可能就是他的帮凶，那他让我去他宿舍，就是为了骗我出去。我抿了抿唇，那么你呢？你还是201吗？这句话发完，那边没有回复，而我再也不敢犹豫，马上报了警。我在东南科技大学老校区4号宿舍楼，现在外面有一个杀人狂，
可能是2个，求求你们快点过来。报完警后，我稍稍冷静下来，我忙把宿舍里的桌子推到了门口，将门堵住。过了一会儿，外头又传来脚步声，紧接着又有人敲门了，咚咚咚。同学，5楼查完了，麻烦你开下门吧。一想到501和502可能都被他嘎了，我吓得牙齿都在打颤。我战战兢兢地回：老师不用开门了吧？我们宿舍就我一个人，你也听到我的声音了，我现在很安全。我说完，门外的男人笑了一下，那笑声很轻，带着明晃晃的嘲讽。怎么不用？501和502也说不用查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我吓得头皮发麻，只能干巴巴地顺着他的话问：怎么了？没办法，既然他们不听话，不肯开门，我只好亲自开门进去了。话刚落，房门就是一声巨响，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用力砸门。我壮着胆子，小心翼翼地透过猫眼去看外头的男人。他穿着一身全黑的衣服，戴着帽子和眼镜。只见他正低着头，手里拿着一把斧头，用力地砸门，而那把斧头上还带有鲜血。我下意识地按住房门，对着门外喊道：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叔叔很快就要来了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可是我的身体在不停地打颤。忽然一阵手机铃声打断了男人砸门的声音停止，他接听了语音。他滑动语音的那一刻，我看清了，是203打来的。什么？好吧，那我现在就下去。说完，男人就匆匆离开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正琢磨着，不一会门外再次传来脚步声，我的房门也被再次敲响。我从猫眼一看，正是303和他的混混男友。402，救命！快开门，求求你了！怎么办？救还是不救？这是201再次给我发来了消息，不要开门，千万别给他们开门，外面危险。我正看着手机，只听门外303的男友发出了惊恐的声音：你别过来，求求你，放过我吧！接着传来一声惨叫。当我再次看向猫眼，发现303的男友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。嘎人的正是刚才那个拿着斧头的男人，而他身后跟着的人正是203。随后他又举起手中的斧头，瞄准了303。